大家好，很多家庭农作得趁寒流或是天气还没有转热前赶快做了，不然天气一热，日照又变长，会非常辛苦从这位置可以看出上下两块田地的高低落差，因此田埂做得比较宽，反正好走就好了。下方的水稻是使用惯性农法，而要避免喷除草剂的话，杂草抑制席的铺设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先将田埂修整完毕因为两块田的高低落差，这左侧走道是还可以再挖深，提供土壤需求也由于这四周都是稻田往下几公里都是很好的天然滞洪池因此这上方要积水并不容易而在掀开婶婶已经提供很久的二手杂草抑制席才猛然发现竟然有3公尺宽有点伤脑筋不过也很有挑战跟乐趣毕竟田埂若是铺设到3公尺宽只要再铺平，都可以当作是农间的产业道路了。后来才知道原本是用来覆盖诺丽果的用途。要完全好好善用这杂草抑制席真的得好好想一下。将杂草抑制席直接剪开是不建议的方法折叠覆盖2层倒是可以考虑不管如何就先从下方做起要让下方不使用除草剂，这只能靠自己来了。铺设杂草抑制席时可以用粗的铁丝进行剪裁固定其中的细节别直接钉进土里先将固定用的铁丝穿过杂草抑制席后，再用铁锤进行固定，可以避免抑制席缝线被拉扯而变形因为这件宽度有3公尺在还没有想好该如何使用前就先将一定得进行覆盖的田埂覆盖掉覆盖的过程最好进行拉撑尤其现在机械化农作很多已经使用无人机施肥无人机施肥时下方的风会很大拉撑再盯紧，可以避免强风将抑制席扯起来做完之后就是发挥个人想象力了。首先进行一体成型抑制席铺设的测试让抑制席压抑杂草生长之外，也纳入种植的前测实验刚才刚刚帮忙展示的是纳入的灯笼果与彩椒的种植种植了1星期之后遇到一个小问题。原本以为黑色抑制席的优点是遮住日照，却没想到它的透水性其实也很低因为浇水时并不容易从抑制席穿透进去而这也是高密度抑制席可以压抑杂草的原因因此做出了一个修正，将底茎下的抑制席缺口再剪大一点，以方便浇水但由于期间并没有下雨因此抑制席上并不容易有土壤感觉就算是要清理土壤也会非常方便接下来就可以继续先观察灯笼果的生长状况也由于要搭配抑制席的宽度，将田埂与内部种植进行整合试想了一下一般种植会覆盖表面的作物比较常见的是果树或是瓜果类
这位置最后决定用来种植西瓜与芋头，因为血质芋头还有减少浇水频率的效果，也因为要采用血质的方式，所以得先将洞穴先挖好。不过这里有个时间上安排要先控制好，就是最好有足够的时间一起完成移植，不然挖好洞穴盖上抑制席后呢，不知道有洞穴又不喜欢照田埂走的人呢，会踩到洞穴容易踩空而受伤。老实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大工程做好之后应该也会很有成就感。整个过程难度最高的莫过于是日照。天气开始转热后呢，全日照下就很难做事了，所以假日的时间可以做得比较短，会是比较好的施工时间点。不过这却很值得一做，做一次撑个1年半载不是问题。尤其这位置除了靠近下方的稻田，也是整个园区最低洼排水的位置土壤相对潮湿，在除草上就会比较麻烦。因此这不只是一体成型还是同时解决了不少的问题看看。经过20天后，灯笼果有了很大的进度已经开始开花结果了。只是天气转热了，浇水时有点不便将抑制席的缺口略减大一些，并进行反折在经过3天后，感觉叶片的气色就好了许多大概了解抑制席操作下作物的反应，就可以让血质槟榔心芋头进场了。不过跑去小黑家玩的拿瓦也赶着进场种植的时候挖的洞穴比较靠近园区内部主要是因为天气转热后，芋头的叶片会长得比较高大，靠内部种植比较不会影响到田埂的走动。种植的深度约有25公分当芋头长到跟平面一样高的时候，大约也就有25公分大了。这样会比较容易直接判断芋头已经生长的大小。而如果像园区一样，事前来不及移植小芋头呢，就可以在进行移植时直接挑大一点的，这样生长的速度比较快，可以缩短成熟所需要的时间种植的时候，因为是采用血质的方式，必须将土壤压紧压实，可以避免大量的水浇下去而倾倒至于叶片是否要先进行修剪，方便保湿，个人是觉得影响不大，因为芋头要生长的时间比较久让它恢复生长期顶多差别只有3-5天没有进行修剪，除了省事，干枯掉的叶片就留给芋头自我馈肥使用，也没有什么不好而没有事先将叶片割除保湿呢，隔天出现的状态就会是这样，不用紧张这属于正常的现象芋头的生命力很强，给它几天就会恢复元气了。谢谢收看。